你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盯着自己的脸看3秒钟，就看了个寂寞？我问的是，你是不是只看自己今天气色好不好，有没有长痘，皱纹多了几根，然后就匆匆忙忙去刷牙洗脸了？如果你是这样照镜子的，那我告诉你，你把人体健康最宝贵的一扇窗户给关上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在门诊里看着一个走进来的病人，从脸到脚扫一眼，他就能在患者开口之前心里已经有了6-7成的判断。这不是玄学，不是江湖把戏，这是一套严密的有科学依据的望诊体系，用眼睛看出来的诊断信号。你可能会说，那都是老中医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而且关系大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家老人，你爸爸、你妈妈、你岳父岳母，他们的脸上最近1-2年出现了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的变化，比如脸色好像比从前暗沉了，嘴唇颜色不对劲了，眼睛下面莫名其妙的肿了，脸上长了一些奇怪的小疙瘩或者斑纹。你可能觉得那是老了嘛，谁老了脸上没变化？我告诉你，这些变化里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你想象的正常衰老，它们是身体内部某些器官正在通过你的面部发出的求救信号，就像汽车仪表盘上突然亮起的那个故障灯。你不能说这车老了，灯亮了，正常。你得搞清楚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今天这一期视频，我带你搞懂一件事，你的脸到底在告诉你什么。我们不讲什么深奥的中医理论，我也不跟你讲什么面相玄学，我讲的全是现代医学已经验证过的，写在教科书里的知识。我会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查方法。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花30秒对着镜子看5个地方，如果发现不对劲，你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好，我们从头顶开始往下讲。第一个地方，看你整张脸的底色，你的肤色到底正不正常？很多人可能觉得肤色这东西不就是天生的吗？白的人白，黑的人黑，黄的人黄，你让我看什么？没错，天生的肤色各不相同，这就跟身高一样，本来就没法比。但是如果你的肤色短时间之内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比如你明明没有去海边晒过太阳，脸色却一天比一天暗沉，或者像蒙了一层灰一样，洗了脸也洗不干净，这个就要小心了。这是什么信号？在医学上有一个词叫面色晦暗，它不是说你皮肤干不干，有没有皱纹的问题，它提示的是你体内的代谢废物排得不干净，或者长期处于缺氧状态。最典型的也最常见的背后原因是肝脏出了问题。肝脏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化工厂，它的功能之一是处理血液中的各种代谢废物和毒素。肝脏功能正常的时候，这些废物能被及时分解清除。如果肝脏功能下降了，比如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早期的肝癌，血液里的胆红素和其他代谢产物就会堆积起来，沉积到皮肤和黏膜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整张脸的底色变了，变得暗沉、蜡黄，没有光泽。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认识一位朋友的父亲，70岁出头，平时身体看起来还可以，除了血压有点高也没什么大毛病，但家里人那一年总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就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暗。儿媳妇问了好几回，老公说没事，就是老了嘛，气色哪有年轻人好。后来体检做 B 超，发现肝脏上有一个3厘米多的占位性病变，再进一步检查早期肝癌，幸好发现得还算早，做了介入治疗，现在5年过去了，恢复得非常好。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最让他后悔的就是那一句老了正常，如果他能等早点留意父亲脸色的变化，可能发现得更早，治疗得更轻松。类似的情况在临床上每天都发生。医生为什么让你抽血查肝功能？其中一项核心指标就是胆红素高出正常范围，你巩膜先发黄，就是眼白那个地方，然后唇周、面部跟着变黄，严重的全身都会黄染，这叫黄疸，是肝功能受损非常明确的皮肤信号。那你说我是黄种人，本来就是黄皮肤，怎么区分这个黄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你先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如果手掌心的颜色比你的脸色要红润，要正常的多，而对比之下脸色明显发黄发暗，那就值得警惕了。因为正常的手掌心颜色代表你自己应有的健康肤色，当脸和手掌心之间出现了明显色差，有经验的医生就会多问一句，要不要查个肝功能？除了肝脏的问题，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脸色杀手，长期的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说白了就是打呼噜打得特别严重，夜间反复把呼吸憋停，这样的人睡眠质量极差，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你白天看他
就会觉得他没睡醒，眼皮耷拉着，脸色发灰，嘴唇颜色偏暗，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在线。如果呼噜声大到隔一个房间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加上白天坐着就想打瞌睡，干活没一会儿就觉得累，那这个信号背后可能不是懒，是高血二氧化碳和低血氧导致的全身功能下降。怎么处理？别急着买提神补品，别往脸上抹高光，你先去呼吸内科或者耳鼻喉科做一个睡眠监测。如果确诊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能只需要一台家用的呼吸机，晚上带着睡，第二天你的脸色和精力就会让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第一点。脸色的底色是体内健康状况的一面镜子，不是你老了它就这样，是你的身体通过它告诉你出状况了。那我们看完第一层底色，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层，也是容易被很多人忽略甚至误解的地方。第二个地方是面子上的变化，脸上到底长出了什么东西？我指的可不是青春期的那种青春痘，60、70岁的人脸上会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新东西，小的疣、褐色的斑、凸起来的疙瘩，甚至是没有痛感的小溃疡。很多老人不当回事，觉得老了长斑不是天经地义吗？但这里的门道深着呢。最常见的一种是老年斑，学名叫脂溢性角化。它长什么样？褐色的或者黑色的，扁平地贴在皮肤上，边缘界比较清楚，摸上去有微微的油脂感，有点像是皮肤表面贴了一层薄薄的蜡。这种基本是良性的，可以不用处理，它不会恶变，也不需要花几千块钱去做激光。你如果实在嫌它不美观，找皮肤科医生确认之后，可以做冷冻或者激光去掉。但在医学上，它本身不构成安全威胁。但是有一种东西长得跟老年斑很像，但它不是斑，这是很多人忽略的致命风险。这种叫做日光性角化，也叫光化性角化。它是长期的紫外线累积损伤，导致皮肤上皮细胞出现了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病变的可能范畴。如果不处理，它有一定比例会发展成一种皮肤癌，鳞状细胞癌。它长什么样？通常表面是粗糙的、干硬的，像砂纸一样的鳞屑，比老年斑颜色更红或更暗，抠会有点痛。面积一般不大，但是边界不像老年斑那么清晰。那你说我分不清怎么办？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技巧，你用你的食指轻轻去摸那个斑点或者凸起，如果表面光滑，像涂了一层蜡，多半是老年斑。如果表面粗糙的像一张砂纸，摸一下甚至还会掉一点点皮屑，不要犹豫，去见皮肤科医生。医生用皮肤镜看一眼，几分钟就能分辨出来。如果是日光性角化，简单的液氮冷冻就能处理掉，但如果拖着不管，发展成了鳞癌，那就得做手术切除了。除了斑和疣，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危险信号，面部那些反复流血、反复结痂又长不好的小溃疡或者结节。很多人以为是被蚊子咬了、抓破了，或者不小心刮伤了。但如果一个脸上或者头皮上的小伤口，明明什么原因都没有，它就自己冒出来了，而且2个星期了还没长好，甚至越长越大，中间凹陷下去像火山口一样，这个必须高度警惕，有可能是基底细胞癌，甚至恶性黑色素瘤在脸上冒头。我给你讲一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故事。卡特在2015年脸上发现了一块黑色素瘤，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大脑。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本来以为那只是脸上的一个小斑，后来它变大了，我去看才知道是癌。因为发现的及时，他接受了免疫治疗和放射治疗，后来奇迹般痊愈。这是他90多岁高龄，癌症已经脑转移之后发生的事。假如他当初想的是老年人长个斑不管它，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对于脸上长出的新东西，不管它是斑点、是疙瘩还是小溃疡，你也别自己吓自己，但你也别不拿它当回事。我给你3个标准。第一，单侧不对称，如果这个斑或者结节不是圆的，两边不对称，要警惕。第二，边界不规则，如果边界是锯齿状的、模糊的，要警惕。第三，颜色不一致，如果里面有深有浅、有黑有红，也要警惕。这3点是皮肤科医生用来早期筛查恶性黑色素瘤的 ABCD 法则里的几个关键部分。你不需要背全，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任何在脸上新出现的、不断长大的，而且在3到4周内没有消退迹象的东西，都值得你去挂一个号，让医生看一眼。好，说完脸上的外来户，我们接着说更精细的五官和局部特征。人的五官是感知世界的窗口，也是医生望诊的重中之重。第3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已经知道，但只知道皮毛的，你的眼睛。
眼睛我们看两个部位，一个是巩膜，就是眼白那部分，另一个是眼睑，就是眼皮。先说巩膜。刚才我们在讲肝脏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巩膜发黄是最早最明显的黄疸信号之一，因为胆红素对巩膜组织有特别的亲和力，体内胆红素刚超过正常范围，最先染色的就是眼白部分，然后才轮到皮肤。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先看一眼自己的眼白，如果发现是亮黄色的，像染了一层柠檬汁一样，不要没当回事，哪怕你其他地方自我感觉都很好，也建议去查一下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很简单，不贵，花不了你半小时，查出来没事当然最好，有事的话你能比不知道早了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但眼白也有另一种颜色要警惕，严重的贫血。如果你眼白的部分看起来不是黄，而是白的异常，像一张干净的白色纸，同时又感觉到全身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心跳就突突跳，嘴唇也没有血色，那可能提示你的血色素比正常人低很多。有需要的话去查一个血常规，看看血红蛋白指标如果偏低，要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消化道隐性出血，是铁吸收不好，还是骨髓造血功能出了问题。老年人长期不明原因的贫血千万不能简单当成营养不良，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出血点，甚至是消化道肿瘤。说完巩膜，说说眼皮。很多中老年人早晨起来发现眼睛下面有点肿，认为那是昨晚喝水喝多了或者没睡好，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如果你是一个40岁以下偶尔熬夜的人，早晨脸肿确实多半是体液潴留，活动一会就好了。但如果你是一个50岁以上的人，或者说你的肾功能储备已经在逐年下降，那晨起眼睑浮肿这4个字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情。我们来讲个比喻，正常工作的肾脏就像一台非常高效的污水处理厂，它白天处理你一天吃喝进去的水分和代谢废物，到了夜里你平躺下来的时候，这些液体就靠肾的功能被正常的排出体外或者均匀分布。如果你的肾功能下降，排水的水泵功率不够了，多余的液体排不出去，就会在你身体最薄最松软的部位找到出路积累下来。而眼睑下方的组织恰恰是全身皮下组织最疏松最容易积液的部位，所以早晨醒来眼皮肿在肾内科是响当当的经典早期信号。你说那为什么我活动活动它又消了？因为白天你坐起来了，站起来了，重力作用让那些液体流到下肢去了，所以看起来消肿了，但这不代表问题解决了，它只是在换地方存着。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高频率的现象，半个月里起码有4-5天早晨眼皮都肿，而且不是那种很轻微的喝杯咖啡就没事的程度，而是肿到自己能感觉到挤着眼睛，或者别人一眼就问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那你就不要再喝那个消肿的冬瓜汤了，你去肾内科查一个小便常规和肾功能，简单便宜无创。而且我额外多说一句，单侧的眼睛浮肿可能跟肾脏没什么关系，反而要警惕的是眼部的局部问题，比如睑腺炎，也就是麦粒肿或者过敏，两侧都肿，对称的，早晨重的，下午消退的，这个才高度指向肾脏排泄功能的问题。好，眼睛我们讲清楚了，接下来第4个地方也是最能暴露内脏状态，但很多人天天看到它却不看一眼的部位，第4个地方是嘴唇和舌头。你平时看一个人精神好不好，第一眼就会看嘴唇，因为嘴唇的颜色是面部最直观的血氧浓度指示标，正常健康的嘴唇应该是粉红色的，湿润饱满的。但如果出现下面这几种变化，你就要竖起耳朵听了。第一种，嘴唇颜色发紫或者发暗，医学上叫紫绀，这代表的是你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的浓度升高了，说白了就是你身体的供氧不足。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肺部换气功能障碍的人最常见的体表信号就是这个，比如你可能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就是老慢支肺气肿的一种，或者先天性心脏病到了中老年才被发现，再或者肺栓塞早期，都是嘴唇发紫，甲床发紫，指甲盖那个部位。你如果发现你家里的老人嘴唇颜色一年比一年暗，甚至已经变成了猪肝色，而且你感觉他走几步路就容易喘，晚上没法平躺着睡觉，不要犹豫，带他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和肺功能检查，看看心肺这2个发动机是不是有一个在偷懒，甚至快熄火了。第2种，嘴唇莫名的干燥脱皮，反复的嘴角裂口，很多人觉得哎呀就是上火了，维生素不够，没错，
有一部分确实是缺 B 族维生素，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你用尽了润唇膏，补了维生素 B， 不但没好转，反而嘴巴里面的黏膜还出现了白色的斑块，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你需要警惕的是口腔黏膜白斑甚至口腔癌的早期信号，尤其是在有长期抽烟、嚼槟榔习惯的人群里，口腔癌的风险是显著升高的。不要觉得嘴巴的毛病能有多大事，口腔癌的恶性程度并不低。而且因为有很多淋巴结，很容易转移。说完嘴唇，来说舌头。中医讲舌为心之苗，舌头是内脏的一面镜子，这话现代医学也是承认的。你每天刷牙的时候，顺便伸一下舌头，对着镜子看一下，舌头两边有没有那种很深、很明显的齿痕，舌尖有没有异常的变红或者有红点，舌苔是不是又厚又黄，刷都刷不掉。这些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对应着你的消化系统状态和身体的炎症水平。我给你讲一个临床上特别有价值的信号，镜面舌就是你的舌头表面变得非常光滑洪亮，舌乳头就是舌头表面那些小凸起全部都萎缩消失了，看起来像一面镜子一样，这是典型的舌乳头萎缩。背后最常见的原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尤其是缺铁、缺叶酸、缺维生素 B12， 而老年人出现这种舌头往往还伴有吃什么都觉得淡，没有味道，食欲下降。如果你家里的老人舌头变成这样，而且还说自己嘴里没味，很可能他的肠胃已经在长期的吸收不良了。这不仅仅是胃口不好的问题，长此以往，全身各器官的功能都会因为缺少原料而走下坡路。那我们看完五官这些精细的部分，再往下走，来到一个虽然不在脸上，但和面部密不可分的部位。第5个地方是脖子。很多人都知道脖子粗的人容易打呼噜，容易脖子酸痛，但很少人知道脖子的维度其实还藏着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密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发表在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上。他追踪了几万名中国人的数据，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排除了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的影响之后，颈围，就是你脖子最细那一圈的长度，和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男性的颈围超过38厘米5，女性的颈围超过34厘米5。即便这个人看起来并不胖，他的血脂异常，血糖升高，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也显著高于颈围正常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脖子上的脂肪，我们说颈前脂肪垫，不是一般的皮下脂肪，它是和内脏肥胖高度相关的一种坏脂肪。很多颈围增粗的人，他的内脏、肝脏、胰腺、肠系膜周围也堆满了脂肪。这种隐形肥胖比肚子大那种看得见的肥胖更危险，因为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瘦胖子，体重不高，但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所以你让你爸妈站到体重秤前面去量一量，再把脖子上那条软尺绕一圈看看结果。如果发现颈围超标，即便他肚子不大，体重正常，也要建议他去查一查空腹血糖和血脂。这很可能就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目前还算早期，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完全可以逆转。除了维度，脖子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甲状腺。你让一个人仰起头，吞一口水，你站在侧面观察他喉结下方的位置，如果有东西随着吞咽的动作一上一下的鼓出来，而且摸上去有结节感，这叫甲状腺肿大，或者叫颈前包块。虽然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数据说超过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还是有 5% 到 10% 左右的可能性是恶性的。而且早期的甲状腺癌大部分都表现为没有疼痛、没有感觉，慢慢增大的一个小结节。很多人到了体检做 B 超才第一次知道，那你说自己怎么初步判断？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良性结节通常随着吞咽上下动，质地比较软，边界清楚，压它不痛或者只是轻微胀痛。恶性结节往往质地偏硬，边界不清楚，而且活动度不好，就是推它不怎么动。当然最终确诊一定靠超声和细针穿刺活检，但自己学会这个自查方法，能帮助你更早的注意到异常，而不是等到喉返神经被侵犯到声音都变了才去医院。好，5个地方我们说完了。脸的底色，脸上长出来的新东西，眼睛的眼、白眼皮、嘴唇和舌头，脖子的维度和结节。这时候你可能会说，好家伙，我这么一对照，好像每条我都能对上一点。我脸色不太好，我眼睛下面肿，我嘴唇有点紫，我舌苔也厚，我脖子也粗，那我不是要完蛋了？别急，这恰恰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科学兜底的话，我这就要给你讲清楚刚才我说的一切信号。请注意，它们只是信号，绝对不是诊断。你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发现自己有几条对上了，
然后就坚信自己得了某种大病，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个就叫医学生综合征，学一种病，觉得自己得的也是这种病。健康科普的价值不是让每个人给自己下诊断，而是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让大家在真正有问题的时候，知道往哪个方向想，该去哪个科看。我说脸色发黄可能是肝功能问题，但你有没有同时吃大量的胡萝卜、南瓜、橘子？因为这些食物里丰富的胡萝卜素也会导致皮肤发黄，这种叫高胡萝卜素血症。吃了停一停就自然退掉了，肝脏一点事没有。所以我说的每一条信号都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真正的判断一定要交给医生和检查设备。那什么情况下你才应该真正警惕并且付诸行动？我给你3条非常清晰的就医红线，只要踩到任何一条，你就应该去看医生，而不是继续观望。第一条，症状持续性出现，超过2周未缓解，比如脸上的那个新长出来的疙瘩、眼睑的浮肿、嘴唇的紫暗，2周是一个很合理的安全窗口。2周不消退，就说明它不是一个一过性的、自己能调整过来的临时问题，值得你花点时间去医院看看。第2条，伴随了系统性的症状，就是全身都能感觉到的变化，比如脸上有信号的同时，你还伴有短期内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3个月内瘦了超过体重的 5%， 也就是一个120斤的人瘦了6斤以上，还没觉得自己刻意减肥，加上持续低烧、盗汗，白天没力气，这3条合起来，在医学上叫全身消耗性症状，它的警示级别比单独的脸部信号要高得多。无论信号看起来多不明显，只要合并了这些全身变化，都应该尽快查。第3条，信号在快速恶化，就是3周前还像一个芝麻粒，现在长大了，变大了1倍，或者本来不痛的，现在开始发痒、破溃、流血。这类信号往往是肿瘤快速增殖的体现，不要再等2周了，尽快去医院挂个号。该切就切，该做病理就做病理。你可能会说，去了医院又要花很多钱。我告诉你一个数据，一个基础的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加上腹部 B 超，全套下来在正规医院一般不超过500块钱。但你如果因为侥幸心理而拖到晚期症状出现再去看病，那个花费是5万的倍数，而且晚期的治疗过程对老人和整个家庭的折磨，代价是金钱根本没法衡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早发现、早治疗。任何大病在早期的时候，它的治疗手段、花费和预后和晚期完全是两码事。好，说完红线，接下来就是行动指南。你问我具体怎么做，我给你一套每天只需要花30秒，不花1分钱，人人都能做的家庭自检3步法。第1步，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我建议是每天早晨刷牙洗脸之后，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开一盏足够亮的光，自然光或者白色灯光最好，因为黄光下颜色会有偏差。第2步，按顺序快速扫描我刚才说的5个部位。1秒钟看脸色整体的底色，5秒钟看脸上新出现的斑和疙瘩，5秒钟看眼白和眼睑，5秒钟看嘴唇和舌头，5秒钟看脖子，整个过程不超过30秒。第3步，如果发现了任何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不需要你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你只需要把它记住，写在手机的备忘录里，然后给它定一个观察期限。如果是小疣、小斑，观察2周到3周；如果是破溃或者快速长大，1周就去医院，到了这个期限。如果它还在，你就去找专业医生；如果它消了，那你放心，继续正常生活，就这么简单。你可能觉得每天30秒能干什么，但我要告诉你，医院里每一个定期体检从早期发现问题的幸运案例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持关注和警觉。而那些在 ICU 里叹息早知道的人，他们曾经也有机会看到这些信号，但他们用一句没事就是老了把它挡了回去。你是想做早发现的那个人，还是想做早知道的那个人？这个选择就在你每天早晨面对镜子的那30秒里。最后一段，我想和你聊点走心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人到了中年以后，最害怕什么？不是没钱，不是没工作，是凌晨2、3点，手机突然响了，你接起来，那头是另一个城市的声音，用颤抖的语气告诉你，你爸住院了，你妈突然不舒服了。然后你连夜买票，赶路到医院门口，心跳得像打鼓一样，你在走廊上等着里面的消息，想着千万要没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最怕听到的铃声，但你想过没有，很多这样的紧急电话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是说你爸妈那点小毛病一定能不得，而是在很多大问题来临之前，他们的身体已经反反复复地发出了信号，只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那个信号是什么意思？你现在知道了，你可以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找个时间心平气和的跟父母聊一聊。你说，爸妈，我最近看了个视频，里面讲了一个事特别有意思，说咱们每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多花30秒，看看脸的颜色、眼睛、嘴唇，就能知道身体的大概状况。来，我教你们看，你不需要讲任何可怕的疾病名字，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能值得留意，什么东西不用太担心。你给他们做一个温暖的提醒，而不是制造恐慌。这就是健康的传递，不是吓唬，是正确的关心。好，今天的干货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能帮到你，或者你觉得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需要看一看，我真诚的请求你长按点赞3秒钟。不是因为我的视频需要这点数据，而是因为你这个简单的动作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刷到这条内容，他们可能就是在刷到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脸上那个小斑不对了，去了一查早期。你说这一条视频值不值？视频的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身体不会说话，但它的每一个信号都是在和你沟通，你愿意认真去听，它就会给你一个提前准备的机会。愿你家中的老人身体健康，愿你那30秒的自检永远都是虚惊一场。咱们下期视频见。